兄当在下是白痴，谁会无缘无故跑到这种偏僻之地？打招呼也用得着施展隐匿之术？哈哈，这个问题金某也奇怪得很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里正是贤弟当初拼死要争夺的那块灵地。哼，我去何地还需要向金兄解释不？翁贤弟何必动怒？此灵地已是有主人的。为兄也是怕贤弟过于冒失，别惹出了什么不可收拾的乱子，才跟踪到此的。贤弟想在此地寻找何物，不如告诉为兄一声，让金某助一臂之力，如何？我查尔文信之术，林老怪。你来躲避天劫的躲避天的分魂都派了出来，就怕一次大劫无法度过吗？随身保认证2、3件来，下次渡劫就可无虑了。你如何知道钱宝上人之事的？在下如何知道的，道友就不必知道了。不如你我合力共同取宝如何？共同取宝。你若是真知道具体的线索，何必还要合作什么？的确，但是只要明兄知道具体的东西不就行了？你在威胁我？金某怎敢做出这等事情？在下说出合作的话语，自然是有东西有助于道友寻宝的。到时寻到宝物，你我平分，还不伤和气，岂不是妙哉之事？咦，有人过来了，看样子是此地主人回来了。道友是否合作，需要快些做决定了，否则真的闹开了，惊动了天渊城的那些老妖怪。恐怕你我都竹篮打水一场空的。好，合作是明某可以暂时答应，但平分绝对不行。具体的合作条件，你我找个地方再好好商谈。有道友这句话就行，我等走吧。紫风伞，金老魔竟然连这等灵宝都带出来了，看来还真是有备而来。我们也走吧。二人遁走后不久，韩道友如期归来。他修炼大眼诀的强大神识，立刻捕捉到了此地残留的微弱灵气波动。韩立仔细搜查了数百里范围，却一无所获。但他并未掉以轻心，一场针对不速之客的布置即将展开。这一练就是3日3夜，韩立不眠不休，将全部心神都投入到了万轮珠的炼制之中。这些刻有仙界银缺纹的万龙珠，配合8角法盘，可以监控以每颗珠子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范围，任何灵气波动都逃不过韩立的感知。一张无形的天网即将笼罩整个领地，千宝上人的宝藏诱惑着无数贪婪之人，而韩立已经做好了迎接一切挑战的准备。万龙珠隐匿无比，除非神念远超韩立，否则绝难察觉。韩立以洞府为中心，布下了一张覆盖整个灵地的无形天网。在没有掌握敌人的具体消息前，韩烈决定先按兵不动，暗中提升自己的实力。
雷纹蜘蛛的威能将原先的辟邪神雷威力扩大了10倍。若是能多凝聚几颗出来，还用什么法宝法诀？岂不是可用此珠硬生生的轻易击杀同阶对手了？雷主之威竟恐怖如此，若非仁慈神光护体，韩立也难免被余波所伤。他唤出巨猿傀儡，收拾残局，自己则带着虚天地前往备用密室。这些是韩道友当初经历小天劫时强行收取的金银2色天雷，威力不在辟邪神雷之下，并且数量众多，足够他炼制雷纹之物了。韩立单手一翻，手中多出一件青色长袍，他往身上一披，顿时将雷袍遮蔽得严严实实。随后，他凝望向虚空中的银色光幕。金阙玉书残页记载了4种完整的仙家扎符箓炼制之法，分别是太一化清符、九宫天乾符、甲元符，以及唯一的攻击符天歌符。天渊城危机4符，保命手段自然多多益善。太一化清符能隐匿身形气息，正是绝佳的保命底牌。韩道友决定先炼制几枚此符备用。炼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韩道友屡败屡试，耗费了大量材料与心血。2个月后，在经历了10几次失败后，他终于成功炼制出了第1枚太一化清符。